我叫谢阳，这个湖南钢务律师事务所的执业律师。在2015年的7月9号我们从网上面这个也可以说是第一时间嘛，所以说获取了这个王宇、包荣军夫妻2个人和小孩，就一起被抓了。那么在2015年的7月10号上午，我在接受这个海外媒体的这个电话采访的时候，他们当时就问我说，对这个王宇一家3口被抓，问我是个什么样的看法。我很坦诚地向他们表达了我的观点，我说这可能是这个中国当局这个肃整这个维权律师的开始。我说这个暴风雨很快就会来了。我是2015年的7月10号的下午，当时是礼拜五下午嘛，礼拜五下午，我当时在那个湖南的怀化那边有一个哭出的这个移民案件，它也是一个集体案件大概这个受损害的人大概有4万多。那么到了2015年的7月10号的凌晨5点多，天还没亮那么呢我就听到这个外面这个有紧急的这种敲门声，这个门很快就被踹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表明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但是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书。然后的话，他们就把我从2楼跟我下到1楼，人家给我送上了一台这个车上面，当然这个车不是警车。他们首先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是这个中国的这个人权律师团，说问我是不是加入了这个中国人权律师团。我说在我的心目中人权律师团它只是我们的有一个这样的卫生群的名字，叫做中国人权律师团。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说这个党中央已经把这个人权律师团定义为是一个非法组织。那么到了12号的大概也是凌晨6点多吧，门就打开了，大概来了7、8个警察，拥到这个房间里面来，然后就给我出具了这个拘留通知书。他写的这个罪名呢就变更了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什么扰乱社会秩序了，它就是有2个罪名，一个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另外一个就是扰乱法庭秩序罪。好，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就被强行的这个送上了他们的这个车辆，然后就一路的就返回这个长沙。那么说自治现在在看守所阶段和那个指定监察居住阶段确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也就是我后面与这个当局我们之间是做了一笔交易那么携着的这个交易这个既然是这个交易已经达成了我认为呢我还得有争取这个契约，所以呢就在这一块呢我可能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交易的话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把律师证还给我，
然后呢，我放弃一些正当的要求，然后呢，那么这个案子就在法庭上就顺利的就看完这个提议。是否对你有过刑讯逼供的行为？没有，更没有更没有遭到过酷审。然后开完庭的当天，他们就把我第二天就是5月9号，5月9号当天正是我母亲80岁的生日，所以他当时就把我送回我老家。你看现在我的老婆和小孩，现在由于当时对这个环境的这种恐惧感，所以他们就选择了这个逃亡。他们是2017年的3月22号就逃到了美国。我无论如何我也不想在这里待着了，不想受他们的气了。在他们这么非法的限制我出境的情况下面，我走了一条这个常人不走的路，出来了。5月10号的时候，我老婆从美国打电话给我。当然，对我来说，我能够听到他们的这个声音，我感到很欣慰啊。那么在2018年的4月4号，他们解除了这个取保候审，但是他同时他又在同一天，他又给我以出境有危害国家安全为理由，又限制我这个1年就是不准我出境。那么现在我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之中的话呢，有一些问题。他在我每次我从防滑机上起飞的时候，去全国其他的地方的时候，都会在那个地方受到阻拦。阻拦的这个理由是什么呢？是非法上访。所以这个事情呢，让我感觉到很愤怒，几乎每次都讲的。另外一点就是关于我这个职业这方面他们就给我设置了一些人为的一些障碍，他们直接就找人来给我谈，说我这样案件很敏感你不能接那么呢，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不会去理睬他们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要求是无理的，对，这个妨碍了我的这个职业权利。我一出来以后吧，基本上一些这样的敏感的案件我都参与了。你看王成章的这个案件联合这个卢文信的这个案件还包括其他的一些这样的公民案件，我都很积极的这个参与。我因为这本律师证，我不是用来苟且的活着，我应当用这个律师证来更多的为这个社会服务。我们不接受中共当局对我们实施的这种恐吓、威胁，甚至这种囚禁的这个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只能够加剧这个社会更大的动荡，对吧？我们也是作为法律人，我们也希望所有的人都在法律的场景里面来解决问题，对吧？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人权问题的恶化也是世界人权问题的恶化你如果说一味的纵容这个中共当局的话，那你损害的是中国绝大部分人的人权的利益。国家需要改变，我们一起努力。